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蒸蛋糕的做法，没有烤箱也能做出松软好吃的蛋糕，口感、味道、松软度和烤的一模一样。我觉着还要比烤的蛋糕要简单一些呢。希望能够帮助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做出好吃的蛋糕。首先准备5个鸡蛋，把蛋白和蛋黄分离，大约每个鸡蛋60克左右，用微微有一点凉的鸡蛋最好，用到的2个碗要稍微大一点，其次就是保证碗是干净的。那这期视频非常适合家里没有烤箱的朋友，可能平时对做蛋糕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这期视频尽量讲得更详细一些希望能够帮助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做出好吃的蛋糕。那分好之后，先在蛋黄中加入50克的玉米油，75克的纯牛奶。由于蒸的蛋糕腥味会比较重，所以在蛋黄中可以再插入一些柠檬碎，大概1/3的柠檬皮就够了。擦完柠檬碎之后再往蛋白里挤一点柠檬汁，柠檬汁可以增加蛋白的稳定性。当然平时做蛋糕也会用塔塔粉或者是白醋代替，不过为了更好的遮盖住蛋腥的味道，蒸的蛋糕还是用柠檬比较好。那加入完材料，就先把蛋黄搅拌均匀，简单的一搅拌就可以了接着再加入80克的低筋粉，同样把材料搅拌均匀。搅拌成均匀的面糊状之后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接着在蛋白中加入50克的白砂糖，然后用打蛋器打发。打蛋器先开低速，防止材料飞溅，然后转到高速持续打发。很多的教程都是说白糖要分3次添加，这种添加方式是对的，但是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做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家里就做上1-2个，就一次性放进去也是一样的。那为了进一步降低制作难度，很多朋友做蛋糕容易失败都是打发这一步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打发到湿性发泡的时候，大概2分钟左右吧，打蛋器拿出来，蛋白还有流动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湿性发泡了。然后再加入25克的淀粉，就是家里普通炒菜的玉米淀粉就行。加入淀粉，打发出来的蛋白会更稳定，尤其是新手操作起来就更简单。那加入完淀粉又打发了2分钟左右吧，打发到中性发泡就可以了。就是打蛋器拿出来，蛋白有这种弯钩状，如果是打发成尖峰的状态，就是打发过了。不过整个过程也得看打蛋器的转速，不过这种手持的打蛋器都差不多，也就3到4分钟吧。打发的时候看状态也很容易分辨。打发好了之后就先取1/3的蛋白和刚才的蛋黄混在一起，混合的这一步要快。混合的手法就是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不要在里面瞎搅。那混合均匀之后，就把2份材料都混在一起，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整个过程尽量控制在2分钟以内，时间太长的话会导致蛋白消泡的，做出来的蛋糕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材料混合好之后就立马倒在模具里。模具就是一个做蛋糕最常用的8寸可托底的，如果没有模具，用一个不锈钢的盆子也可以，但是盆子蒸好了之后不容易取出来，往外拿的时候很容易把蛋糕弄坏了。不过自己在家吃的话也就无所谓了。材料倒在模具里之后，辅助找平，轻震几下排出多余气体，接着用耐高温的保鲜膜包起来。包的时候要注意，要包的严实一些不要露出缝隙，然后就放在蒸锅里去蒸了。蒸的时候需要提前把水烧开，也就是蛋糕做之前就先把水烧上，蛋糕做好之后立马来蒸，火不能开得太大，就像视频里这样冒这种小气泡的开水就行。其实用蒸锅来做蛋糕比烤箱还要简单一些，最起码这个温度上比较好控制。放入蛋糕之后呢，是蒸50分钟，不只是做8寸的蛋糕如果是做10寸的或者是6寸的都是蒸50分钟。蒸蛋糕的中途切记不要打开盖子，也不要把火关掉，需要一气呵成的把蛋糕蒸好。如果中途打开盖子或者是关掉火，蛋糕里面还没有熟，没有支撑性，会导致蛋糕塌陷下来。那蛋糕蒸好之后，理论上是要再焖上5分钟，不过我觉着立马拿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取出蒸好的蛋糕，立马撕掉保鲜膜，在桌子上轻震几下，倒扣放凉。
蛋糕放凉之后脱模就可以了。除了颜色和烤出来的蛋糕有区别之外，口感松软度和烤出来的一模一样。用这种方法，就算家里没有烤箱，花上10几块钱买个打蛋器就能做蛋糕了。这个方法就是最普通的戚风蛋糕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奶油蛋糕、生日蛋糕也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学会了之后就相当于蛋糕自由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祝大家生活愉快。